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句话是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讲的一句话。那在进入我们今晚主题之前呢，我们先简略介绍一下《道德经》这本书也叫做老子，是书名那老子的《道德经》呢，全文是5000多字刚好是《论语》的一半那《论语》有1万多字哦。《道德经》的文辞很简短，但是深富人生哲理因此能够道贯古今源远流长几千年那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之一也是全世界最早有辩证思想的哲学更是全球被广为翻译跟阅读的一本书。那老子是孔子的老师所以孔子对自己的老师呢，当然也是推崇备至。历史记载好学多问的孔子也是经常请教于老子一般人都认为孔子的学术造诣比老子还高那这个可能跟老子的最后呢是走上离群隐居的生活方式呢有关你隐居起来，人家就看不到你了你做什么事情人家也不知道当然对你的了解就会比较少嘛。那孔子刚好相反，孔子是走入人群，做入世的工作，所以师徒两人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因为这样，后代的人对孔子的了解呢多过于老子甚至认为青出于蓝胜于蓝不过这个也不能抹煞老子也是伟大思想家的事实。很多外国学者专家呢也是在研究老子这本书也就是《道德经》因为里面都是做人处事跟立身行事的依据跟正言上人的近思语是一样，到现在呢还在影响着世人那今晚的主题呢，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也是老子的经典名句意思是说，处理困难的事要先从容易的地方去着手，那处理大事呢要从细微的地方呢去做起。把它延伸解读就是很多世间难以办成的事情都是因为过于复杂而造成困难重重尤其在处理大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不能忽略任何一个小细节忽略一个小细节呢，很可能会因小失大，或一步错而千步差。难办的事情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因此呢，我们要懂得化繁为简单纯就好办，复杂就难办尤其处理重要的大事的时候，更不能大而化之要面面俱到所以不要小看细节，因为不止魔鬼是藏在细节里，真理也是藏在细节里那其实今晚主题的老子这句话，就跟正言上人的一句近思语呢是一样的。这句近思语呢讲得更容易懂叫做小事不做，大事难成也是强调呢不能因小失大不能轻视任何微小跟细微的事情，因为小事情没有处理好，会演变成大事情同理，小病没有医好，也会恶化成为大病其实世上没有那种小事不做而能够完成大事的事情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成功也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以世上没有一触可成的事，凡事都是从点滴开始做起那平凡的事情是这样，伟大的事情呢也是这样那在老子的观念里面呢，世间万物的规律是由小见大，由小到大每件事情呢，从容易到困难从微小到庞大。同理这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呢，
通常都是小问题的日积月累而变成了大问题啊。道德经第63章有一句话：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文言文很深，我们直接用白话文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总是把它看得很艰难，是用这一种的态度去处理事情的，所以到最后就没有困难了。所以才讲故终无难矣嘛，就是这个意思嘛。其实这句话就是我们在防疫期间呢经常讲的啦，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嘛，对，意思是一样的啦。也就是呢，不要小看病毒的威力哦，要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当一个人面对大小事情，对于细微末节都保持谨慎态度，就很难有大问题发生的啦。所以这是圣人跟智者呢，面对事情的时候的处理态度。正言上人常常提醒慈禧人要虔诚戒慎，也是这样的思维啦。其实呢，圣人或智者始终不做大事，所以才能完成大事啊。能成大事的，往往是那些注重细节而且很务实、很踏实的人啊。以前我们提过孔子讲的一句话，相信大家都还有印象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这句话也是强调务本的精神啊。务本就是务实啦，也就是很注重基本跟基础，也懂得呢守本分啊。因为能守本分的人，就是有本事的人啊。这是一句近似语啦。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说，人要安安分分守己，才能让生活的过得清安啊。人如果轰轰烈烈为民啊，那就会令我们多欲则不刚啊。这些至理名言呢，跟孔孟思想是如出一辙啊，可以相提并论哦，非常微妙哦。那我们读书会第183讲呢，有讲到持盈保泰这4个字啊，也是这个道理啊。持盈保泰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跟哲理啦。一个人在生活中如果能维持稳定的基本收入，或事业上能够维持基本的利润，维持基本的开销啦，这个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君子务本啦。能务本务实，就至少能让开销打平，让自己处于平安自保的状态啦。先求平安，不用去求天福寿啦，平安就是福了嘛，意思就是这样的嘛。所以这样的话，让自己的生计不会出问题啊。这个是比较基本，也是比较容易达标的事情啦。那这个简单容易的事情，把它掌握得好，那就是我们今晚主题所讲的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容易的易。反观我们现在当下的社会呢，人人都想做一番大事业但是却眼高手低啊，好高骛远呐。那最好是钱多事少离家近没有人呢愿意去从事比较基层的工作或者黑手的工作啦。那最明显的例子，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现在没有年轻人要做修车厂的学徒啊，或水电工的学徒，或木工的学徒啊。这些工作现在年轻人很少要学，更不要说要去做。很多人呢不屑于做琐碎的小事啦，也没有人要从细节上去精雕细琢来精进自己，成就自己啊。这就是社会现况啊。就因为很多人不想学不想做，导致这种人才越来越少嘛。而肯学又肯做的人呢，反而变成是人才难觅，工资是水涨船高，也算是高收入的人哦。这样的人也是从别人不愿屈就的事情呢去做起啊。哪知道大家都不想做的事情由我们来做，结果是奇货可居，一枝独秀啊。
现在我们家里如果什么水电坏掉啦，或者什么东西啊坏掉要修理啊，工钱都非常的高啊，因为这种人才越来越少了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年轻人呢不要只会说高不成低不就要改口说高可成低可就也就是说，没有先蹲下去，怎么可能跳得高呢？是吗？站着比蹲着高是没错啦，但是站着是跳不高的要跳得高，就要先蹲下去，先蹲才跳。同理做不到低可就，怎么能高可成呢？人人都想做大事赚大钱但却又不愿意从基层去做起。所以老子在提醒我们：天下大事必作于易。要做大事，就要从简单的、容易的、基本的去做起。那老子这句话是针对这样子的处事心态而讲的啦。其实难事着易，大事做细，细微的细。那这句话跟我们今晚主题是一样的意思的才是成就事业跟成功立业的根基。那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在要想盖一栋屋子的时候整天都在想着房子盖好后是多么的美丽壮观但是呢，你却不从一砖一瓦呢去盖起，房子怎么会在你的想象中拔地而起呢？是吗？同理有一个远大的计划，但却没有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去做起这样就是浮夸不踏实，计划也会很难达标啦。其实这样的现象志工团体也是一样推动事业也是有它的愿景计划跟愿景一箩筐，但却没有具体跟务实的做法，把握当下都还做不到，却一直奢谈未来10年、20年的展望那可想而知，这是空洞不切实际的计划最后也会无疾而终草草收场这个都是在人群中或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例子那很多人会自圆其说，干大事的人要不拘小节啦。然而当你问他那什么是小节呢，很多人答不出来。把眼前的事情当成小节来忽略它，往往就印证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说法。这句话有一个典故汉朝呢有一个人叫陈蕃，他15岁的时候呢，自己独住的一间庭院中的小屋子每天读书学习有一天呢，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来看他，叫薛勤这个老朋友叫薛勤来看他，看到这个屋子里面满地垃圾他就很生气的对这个陈蕃这个小孩子讲：小朋友，有客人来了，你为什么不打扫房间来接待客人呢？那这个陈蕃他就回答说：大丈夫处事应当扫除天下，扫一间屋子有什么用呢？这位朋友薛勤暗自吃惊看到这个陈蕃虽然年纪小小却胸怀大志居然要扫天下而不是扫屋子然而再看看他，只是个小孩子，年纪还小，还有很多事理还不清楚明白的于是呢，这个薛勤他爸爸这个朋友薛勤就对这个小孩子说：一间屋子都扫不了，要如何扫天下这句话果然一语惊醒梦中人那陈蕃听了这句话之后呢，突然恍然大悟太有理了，马上就去打扫房屋从此呢，他刻苦读书，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从本分事做起，因为尽本分而有本事，后来成为一代名臣这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话的典故了。
任何大事都是从小事情起步的，因为众多小事的结合才会构成大事嘛。要指挥千军万马，要先从旁边的人际关系先做起。要成为博学的学者啊，要先从手头的第一本书开始读起啊。要拥有千金的财富啊，要先从最简单的小生意做起啦。很有道理呀。老子在《道德经》里面他还说一句哦，他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塔，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是说，合抱的大树啊，是由细小的幼苗呢去长成的啦。那九层的高台呢，也是由一筐一筐的泥土呢去砌成的啦。那千里之遥，始于一步。千里的远行呢，也是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走出来的啊。那老子这句话的道理是认为，所有的大事都是由小事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啦。那这样子的思想呢，跟《无量易经》经文所说的“一生无量，无量一生”是相同的道理哦。《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开经啊，是开权显实的枢纽，所以是《法华经》的精髓所在啊。佛陀以方便力说法42年，中间未曾显实啊，直到开讲真实法的《妙法莲华经》之前啊，他先讲《无量易经》呢。这是因为众生欲望无穷，所以佛陀说法也是无量。不但法无量，义也无量啊。然而无量义生至一法，也因此《无量易经》说从一生无量，就是这个道理。而刚刚老子讲的大生于小的思想啊，跟《无量易经》所说的从一生无量也是不谋而合哦。所以道家跟佛家的思想有共通之处啊。这个实在让人拍案叫绝啊！而老子的这种思想呢，对战国时代的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也产生了影响哦。虽然是不同的学说啊，但是可以互相影响啊。在荀子这本书里面呢，荀子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讲一句话：积土成山呐，积水成渊呐。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啊！跬步这个字念跬，山山的跬啊，就是一步的意思啦。也就是说，没有一步一步的累积，就不可能达到千里的意思啦。啊，这个跟道家老子不同的是，儒家的荀子还提出了比较积极进取的主张啊。这个跟道家不太一样啊，儒家提出了更积极的这种主张，也就是荀子讲什么“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讲这句话。这句话大家都是从小到大朗朗上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是荀子讲的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句话是代表有所为，也就是虽然事情很困难、很复杂啦，但是还是锲而不舍，不会说轻易放弃啦。那虽然金石很坚硬、很难雕，但只要持续不断，金石还是可镂啦，还是可以雕的啦。所以不能轻易放弃，还是要有所为。那这个观点跟老子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是大异其趣啊，是有些不同的哦。奥妙的是，两个都各有它的道理哦。相同的前提呀，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啊。这个反映了儒家的荀子跟道家的老子彼此之间的可以互相取义哦，叫做道道相通嘛。但是有些地方又互相抵触哦。这个之间的复杂关系实在是微妙
如果这两个儒家的荀子、道家的老子，再加上佛家的观点，那肯定可以办一场精彩绝伦的百家齐鸣论坛好，我们言归正传啊。梦想毕竟是梦想啊，梦想再怎么远大，要是没有从小事的决心去做起啊，它只能停留在幻想的阶段跟状态啊。很多人认为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可以的啦，差不多啦，可是差一点就差很多，就是因为这种因循苟且的错误看法呢，为很多人带来的灾难意外的灾难所以我们才说嘛，无常是来自意外，意外是来自不用心不用心就是忽视它啦，不在意啦。那为什么有些人常常发生意外呢？那有些人就不会，这个就是跟做事态度有关人的一生是由无数的小事跟细节串联而成的。乍看之下呢，每一件小事都不是很重要啦。就好像正言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有时候讲的话也是很平淡，但是大家认为这个好像也没什么，但是不晓得呢，平淡里面是见真章一样的人性然而，说不定哪一件小事就会在关键时刻呢，改变整个大局很多时候，1%的错误会造成100%的错误，100%的影响同理一个人有99个优点，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算是很完美的人但很可能这个微不足道1%的缺点所造成的问题呢，大大影响了全局球赛中关键时刻的致命失误，大大影响了整个比赛的结果嘛，这也是一样的道理这就是忽视细节的代价，所以不能忽视小事跟细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毫米的误差就会产生千里的差距嘛。圆心也是一样圆心是1点偏一点点，到了圆周就差很多了对不对？可见细节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能否完美的处理这些细节，决定了一个人能成功与否能避免一切小小的失误，就能减少巨大的意外挫折所以才说小事成就大事，细节成就完美那危机往往是在一个人不经意的时候所造成的，成功也是由许多细节累积而成的嘛。在很多时候，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成败，就取决于某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当细节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能成就非凡跟伟大的完美成果。而这样子的成果，跟他背后的做事心态是息息相关嘛。所以才会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细节或小事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很平凡也没什么，很多人因此呢就轻视他，不屑去做这些小事但是很少人会想到，把平凡的事情做好了，就是不平凡；把简单的事情做好了，就是不简单。所以真正要修行的人，越修是越平凡不会越修越独特的因为平凡才能见真章所以也才说简单的事重复的做，你就会变成专家；困难的事你用心的做，你就会变成赢家；复杂的事单纯去做，你就会变成佛家。非常有道理一点一滴的累积，看起来虽然很慢，但是方向正确之后，你看这个扎实稳健不走冤枉路不走冤枉路就是方向没有错误了。这样子的话，它实际的速度并不比那些求速成的人来得慢
人生有时候反而是欲速则不达嘛。有些事情是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这就是古圣先贤呢反复告诫我们：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个道理啊。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貌，若一叶便知秋啊。一件小事可以成就你，也可以否定你啦。做简单小事的过程，就是在锻炼我们的心智，在导正我们的态度。它更是为做大事打基础的过程。以前我们不是讲吗？学佛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目标啦，人生的目标也只是我们的过程啦，是这个道理嘛。所以一个人如果可以把简单的事或微小的小事做到极致，这说明这个人的思维、逻辑、能力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细微的小事能做到这样，那才有可能循序渐进的走下面一步啊。那每一个人人生的阶段呢，都是一个人生的格局的就每一个阶段的人生格局呢，就像人生中的每一层台阶，每一个人都想步步为营，希望离理想的生活越来越近啊。大家都是这样子想啊。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呢，什么是格局呢？大家对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你说格局大格局小，标准在哪里啊？格局的格呢，就是格子啦，就是边框啦，就是边界啦。那格越大，框就越大，视野就越开阔啊，思维才会越宽广啊，这叫格啦。那格局的局呢，就是格子的内容啦。这个格越大，里面的局就越大嘛，空间越大嘛，所以才会说格局影响结局啦，也说高度影响视野嘛，道理在此啊。放大格局，人生会有不可思议，因为刚刚讲的格局会影响结局嘛。所以有一句话说，再大的烤饼也大不过烤它的锅啦。饼的大小是受限于锅的大小嘛，对，你锅这么小，你不可能去烤这么大的饼对不对？所以饼的大小呢，受限制于这个锅的大小嘛。锅就是格嘛，刚刚讲格局的格嘛。那个饼呢，就是什么？格的内容叫做局嘛，这饼就是在里面这个局嘛。那格局就是视野跟思维的活动空间呢。所谓大格局，就是以大视角切入人生从制高点去看人生的意思啦。力求呢站得更高啊，看得越远视野更广啊。那大格局决定了事情发展的方向，所以掌握了大格局就能掌握局势。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认同啦，但不是每个人做得到啊。为什么呢？因为做得到跟做不到的关键就在那个心量啊，而每一个人的心量大小都不一样啊。心量小的格局小嘛，心量大的格局大嘛，也因此才说心量跟格局成正比啊。其实这样的道理，把它用来观察志工在推动慈善工作的时候的格局呢，也是非常灵验的哦。也就是领众者或决策团队的格局小，则他慈善工作的格局也是不会大啦。相反的，领众者或决策团队的格局很大，这个心量很大，那他事业推动的格局就很大。这个在很多我们慈济的那个据点里面都可以一一去印证道理很简单心量小的人呢，不敢发大愿愿不大，力量当然就不会大这是用有形的筋骨力量在做事情当然力量很有限嘛。相反的，心量大，发心立愿，结果海纳百川护法自十方涌出那这个就是用无形的心灵的力量在做事情，力量当然是无限嘛。所以
最根本究底还是这一念心嘛。那有这一念心要解决难事或处理大事，就比较可以巨细靡遗啦，大小兼顾啦，不会说做大忘记小的啦，不会这样子，或做小的就忘记大的，不会啊。这个就是老子讲的必作于易跟必作于细的道理呀。懂这个道理呢，即使在处理难事跟大事情的时候呢，也才能够面面俱到啊，不会顾此失彼哦，不会因小失大啊。碰到困难重重、层层关卡的难事呢，也是能用单纯的心呢，从简单处、从容易处去切入啊，这样还是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讲来讲去都通，只要理念正确。而方法也用得对，就能安全过关了。啊，以下棋的例子来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在跟人家下棋的时候啊，弃卒保车啦，飞象跳马啦，种种的这种招数啊，就好像是人生中的每一次的博弈。棋局的赢家呢，往往是那些有先予后取。先给他，然后再取的意思的，先予后取的那种度量，跟统筹全局的高度，以及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谋略跟气势啊。人生是这样，把得失的无常当作正常，把一路的经历当作风景，能突破局限，才能够从中去领悟人外有人哦，天外有天哦。这种境界跟真谛啊，做到这样，幸福就会在明天迎接我们呐。人生有很多事情或问题，会因为我们所站的角度跟位置不同，而造成判断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所以角度跟高度或者深度都会影响准确度啊。以管窥天呢，以离测海啊。就是比喻一个人对事情的观察呢，跟对问题的了解很狭窄、很片面，因此常常看走眼而误判形势啊。以管窥天或坐井观天啊，那就看不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那以离测海，这个离就是用那个漂瓜做成的这个水漂啦，哦，拿这个水漂去取水，要来测量海水。那根本就不可能嘛，因为海水是深不可测啊，海水更不可斗量啊。所以问题就出在观察事情的角度、高度跟深度。那观察事情的这种道理，其实跟老子讲的“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大事当然要从大处着眼嘛，然而大处着眼的时候呢，还是要从小处着手哦。还是要从细微的地方去着手。然而，我们一般人刚才讲的嘛，做大事就忘了小事嘛，做小事就忘了大事嘛，做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了，对，这就是顾此失彼啊，这种忘东忘西的事情，经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不是吗？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啊，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各位同修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